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出去，唔知偌久才会再回来。久的问题啦，这太大了吧？太扯了吧？鱼太扯了吧！哎呦，冷不有好皮哦！哇，好脆哦！我现在整个嘴巴是那个虾的那个甜味。这是什么啊？小虾苗哦，一捞200万了。什么意思？捞什么东西捞200万？你看这个，我带你来这个地方，开眼界。哇，直接在老宅里面这样弄啊，太帅了吧！我已经实现我的诺言了。怎么？你物件对吧？我拍，我袂动，我干。题材已经在我们的脸上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你传的，这真正香的啦。我惊镜头一寡小路迷上你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脸这个定位。阿欣啊，这个出去，唔知偌久才会再回来。即马是久无久的问题啦。我是要先起较安全哦，对了，没有，你知道这边哪里啊？知道台南七股这边嘛。对。啊，其实这边圣宫是国家公园呐。旁边那个就是什么台版撒哈拉沙漠。他说这边都沙嘛。我们这次来收集这边的食材啊，重点是这边它只有在这边有一个很传统的捕鱼方式，其他把微波。所以你即马要拖我来带看看带对吧？哎，对，就是开一下眼界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吃什么。说到昔日台江内海的沧海桑田，到如今七股西湖国家公园的观光发展，在沙洲与科棚间依附着潮起潮落而生，还有当地少数渔民赖以为生的100年传统渔猎陷阱。烂泥巴而已。你看我脚，我这样直接下去有没有烂泥巴而已？嘿，可以。阿英第一次踩到海水啦！这边的第一次哦，这边没算第一次。第一站，咱们来到位于内海的定置渔网区。如果不是在地人蔡大哥带领，我们怎敢一跃而下，行走在这舢板航行的海中央？这样的体验，对于水性不是很好的阿英来说，真的是每走一步都全身发麻啊！这个也是定制的嘛？这个也是定制的，就是固定在这边嘛？对。这个区域算是一个，是不是？对。它是全部有一个，它这里是，你看这个就是啊，它这个就是一个利用一个 V 字形的开口啊，一直过去这边过去嘛V 字形的开口，然后呢，退潮的时候你会顺着潮水走，当它碰到这个网子的时候，它就顺着网子走，到最后就走进了里面了。走进来里面之后，它被困住了嘛，它只能往找地方跑啊，就进到这个网子里面。哦，就是你是诱导它一直进到这个网子。对。哪里的网子？这边啊，这种啊。哦，你可以把它拉起来。哇哦！我有螃蟹啊！哎，真的有哎！我很小一个螃蟹。这是活的，死的。是的。哎，活的哎！我看到。它还活的哎，它没有脚，你有看到吗？对。这边那个这个板壳。板壳是因为它是像这样一格，对，一格，然后这里是一格一格的，有没有？哦，然后它里面你把它拿起来，像长龙啊、蛇龙那种。对，你把它拿起来，它里面是一个喇叭形的开口，对，它就这样进不出啊。对，进得去，我把它解开嘛。如果这样缩的时候，就从后面这边解开。开口是在哪里啊？开口在那边啊。就这边整个就这样过去了。这边是海嘛？对。那边河嘛？涨潮的时候这样顺着上去。对。回来的时候，对，退潮的时候。哦。这个是抓退潮的鱼啊。抓退潮。对。这个退潮鱼有什么鱼？这个厉害，要这条，就是只要是西湖里面的鱼，大部分都抓得到。今年气候的关系，因为你看5月初，是不是还很冷？对。因为气候不一样，所以导致说今年其实这个收获其实也不好。像这个网子已经放4天5天没有收了，那里面还10点只小螃蟹而已。这不是说你早上还是昨天先收？没有，这个已经4、5天没有收了。司机加快哦。
按照惯例，我带着阿hin是为了收集在地很老啊海鲜食材而来。蔡大哥啊，虽然我很想同情你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我们空手而返啊！赶快带我到传说中七股限定的巨物渔场去碰碰运气吧。这种没有看过对不对？没有，这种其实我也还没有看过。这个哈，这就是哈，咱去国家独有的定制渔网啦。这款台语叫做秋蛇啊啦。我们台湾的话，我知道的是云林那边也有。哦，云林。可是云林那边它是冬天在抓乌鱼专用的。这个网眼真的很大。伊吼，这就是啦，这冬天的时候，阮就用这来咧钓毛仔。这没是，这毛多啦，不是啦，这是俩抓鱼哦。这是热天的时候咧用的。哦，夏天用。对，我们大概4月到8月，阮就是用这些钓鲈鱼。啊，到冬天的时候。两三粒鲈鱼啊。这里抓得到？对啊，有。没有海鲈，一般我们会到再深海一点，这个已经在沙滩边了呢。没有，其实鲈鱼它的习性就是它会在河流的出海口，还是西湖的出海口活动。啊，你这鲈鱼差不多安尼一天有打了几尾？不一定啦，你这个物件就是看天食饭的啊。所以捌讲句，捌啊定讲句，还好。咱今日看嘛不妙啦哦，这看这网啊，可能无啥起性呢，运气啦，对无吼？系啊，有鱼啊无鱼啊，咱袂讲我嘛唔知啊。由于西湖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而成的湖泊，所以一般在海边经年累月的泥沙沉积，使出海口形成了沙洲，继而将海湾与海洋分隔。相较于内海猎捕中小型鱼虾的定制网，延伸至外海的定制渔网所设置的方式与猎捕的鱼种也大不相同。现在多10倍了，多大老大了。今天所以今天的水位比较低啊，就是大退啦。我们现在水的深度大概到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脚踝而已啊。涨潮的时候，这边水的深度大概是到这边，我不会整个盖过。对。所以今晚起退潮，太高底啊！别，现在有太高底。这个是你一整年就会直接就放在这边，对。没有，这个其实网子如果脏了的话，我们就会换。度假是捌来过，一定有来过。无啦，这度假食饭的便当啊，便当啊，真久啊，来你家啦，捞到垃圾啦。对，其实我们台湾沿海哦，现在垃圾的情况很严重，包括这要拿吗还是不？对，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捡起来。啊，海废常常会捞到，蛮长的。哎啊，这个树枝你要把它弄起来吗？这个树枝自然的没关系吧？没有，我们也是要把它拿起来，免得勾破网。对，而且如果有树枝在这边，它水流不一样，那个鲈鱼哦，它会感觉到，它就不会靠近你。好稀哦，还会这样。世代在西湖讨生活，一身黝黑皮肤的蔡大哥苦笑着说：“相较于20-30年前，渔民的日常辛苦不变，但是渔获却是一年不如一年。以前腰间的渔网是用来装大鱼的，如今大多是用来捡海废的，清除卡网的垃圾，一方面保护昂贵的渔网，一方面确保水流顺畅，才能捕获大鱼。”好景怪怪哦，怪怪，好景怪怪，混色，你看，今日2个来福气哦。什么意思？我啥物拢无看到，你是？恁2个无看到头前有钱放底下吗？我看粪扫，你还有一个粪扫。你讲前面什么浪吗？没有，你往前看，前面大概前面那里有怪怪的，这里蛋，我看到。我比你多更强，在哪里？我真的没看到。你的2次动方向。哎呦，有福气哦！两位真的有福气。鱼嘞，太扯了吧！这是什么鱼？金目鲈鱼啊！哦，这个鲈鱼哦。这边只有金目鲈，这边较早钓。这边要早钓了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太难吧？这个太扯了啦！你不要买来放在这边的。不可能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活着吗？啊？没有，它已经死掉了。这鱼咧，把鱼你要划，这尾鱼啊吼，基本上写了这尾鱼会死去，对不吼？6块的，绑啊有个，绑啊是不是绑住锁喉，把它的鳃扣住了，把它气缩掉了呀，但在水里面又没有办法呼吸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看这鲈鱼的时间它是利用涨潮的时间，它会从外面进来，然后上来这边等它就是要觅食啊，它吃东西啊。基本上这样子装进去都会死掉。大部分啊，所以我们在寻网的时候都会早一点来寻。这个算大的吗？这个算很大吧？中等。涨潮时为追逐鱼群而靠岸的大鱼，是外海定制渔网主要的对象鱼。由于使用的渔网网目相当大，所以捕获的鱼几乎都是巨无霸。
而渔民利用退潮时收网寻鱼，因此挂网的渔获通常已经死亡。为了保持昂贵渔网的完整性，将鱼卸网的动作也要格外小心。那个往后拉吗？这个往后拉，那个网子会破掉。放开！来，那个伊就讲伊咧欠钱啊，你哦，拍摄。这一年放开吼，阮咧配差不多伫2万块左右。对啊。基本上咱来看到鱼的时阵，咱就来看讲，这尾鱼是喂到这边来。从外面来，对，那不一定啊。有些鱼它是会从这边来，有些鱼它就是从这边过来。比如讲这尾鱼好了，这尾鱼伊就是安那，你这边才有网嘛，对不吼？对。所以伊就喂这边过来。哦，对。啊，你即摆咱要放的时阵，就是鱼啊先掠起来，先掠起来，先拖出来。这个这么大的金马龙怎么打起来？拖起来以后，这个真的很扯。拖起来以后，你来看放啊放啊。放啊放有，放啊伊即摆一般来讲，伊会卡伫嘴家啦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说像这种比较大的鱼，它钻进去之后，它就直接卡在这里。塞啊！对，它会直接卡，因为鱼它退不出去，鱼它不会后退，它只会往前冲。对，它不会后退，所以卡住它就一直卡在这边嘛。对，它所以练哦，其实这尾有做得对，这尾鱼啊，对黄花椒、卡油椒，然后这里就有那个你若像野生的有野生的鱼啊，有一条网啊的时阵，因为它中网的时候，它跟网子会摩擦。对，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些边比较白？这有些边比较白的，这个就是它中网之后，它跟网因为有海浪嘛，对，有海浪，它跟网子摩擦，这样就较白。所以个这就是标准野生的鱼啊。来，咱鱼啊，你要条碰的啊？还是你先甲放进内底？是甲放先好啊咧。你这尾啊，你都还放生？这尾啦，阮咧卖啦，这尾差不多6000左右。这一趟有了这尾市值6000元的鲈鱼，本该满足啦。但是蔡大哥说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错过这沙洲里埋藏的野生大蚌壳。阿英啊！但爱卡边的，你看那边有一位在地的，也拿着工具在海岸线爬啊爬，相信我们多少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哎呦，是这个吗？你真的假的？这是活的哎，这也太大了吧？太扯了吧？为什么你都挖得到？你要放干净啊！我就有干净。对。你手进来，这个，不是，再进去，有吗？有，很大的那个蛤蟆，这叫什么蛤蟆我唔知。群聚的蛤蜊通常聚集在泥沙地，具有潜入泥沙的特性。七股西湖通外海的沙洲，蕴含许多营养的藻类与有机物，因此野生文蛤相当多。这个是小朋友把它放回去。因为大哥刚才有讲说，就是叫我们在那个柱子边挖，他说只要是柱子边都可以挖。徒手挖蛤固然有趣，不过还是比不上渔民的赶海工具。趁着退潮，拿着大耙子，就这样的讨起生活来。在七股这西湖与沙洲上，传统渔法盛况虽已不在，但鱼乡的样貌随着渔人挥汗日作的身影，造就了七股特有的人文风情。艳阳下，沙洲间，世代传承的渔猎法，不过就是人们面对海洋的卑微期望。你是土山大开啊？无啦，我想代志，我想讲，照理来讲，应该这时阵爱食物件啦。对。嘿啊，所以传一个好料的给你吃，对不？兄弟来了啊，好好招待。应该。但是，咱即马一条鱼而已。敢若是吼。嘿啊。不，搁一个。一条鱼个蛤蟆能冲啥啦？人讲场面做得好，生活就没烦恼。啊，今嘛连场面做不好，生活都烦恼。哎，对。我今嘛就烦恼。我其实已经安排好，我刚才就在想，我可能等下去找几个朋友，然后调度一些食材啦。我来讲，嘿，咱做兄弟仔吼，有来有去哦。啊，你有来这，嘿。我就给你处理一下特色的。好，咱出来外口走条吼，丢面爱有，上班爱巴结，好啊，好，咱就讲好啊哈。好，啊我去传我的，我袂让你失望，我嘛袂让你失望。好，来，晚点见。说到台南曾经炙手可热且超夯的淡水养殖鱼种，绝对是有泰国国宝鱼之称的笋壳鱼。
不过在台湾能真正养殖成功的人却又寥寥无几。接下来就跟着陈大哥前往他的秘密基地。大哥，你现在这边总共到底有几个池啊？就4口池子。4口池，这么隐藏版的养殖池，这算我第一次看到。眼下一口口的半海水养殖池中，据说有很多体型肥硕、原生于淡水的笋壳鱼。更厉害的是，还有号称可以生吃级别的白虾哦。这个都不会除掉的吗？平常不是养殖池是整个都弄干净的。要干净很简单啊，你就那个除草剂喷一喷就干净了啊。但是我没有在喷除草剂的。所以大哥，我们现在是用捞的还是怎样？还是你已经有网子？我有网子在下面。有网子吧？对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进啊。等一下。所以你网子是放在下面，让它自由自在，要进去就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安呢？以前是笋壳鱼当主角，后来这样好像不太会赚钱，所以就把主角把它退位到配角，现在是虾子当主角。笋壳价很好呢，怎么会不赚钱？一般人都认为它价格很好就赚得了钱，不一定啊，它要长很久呢。它像小只这样要长到1斤左右，大概要2年至3年才有可能。注重水质、成长速度又慢的笋壳鱼，要等一尾幼鱼长成成鱼到出售，对养殖户来说根本是10年磨一剑。难怪原本在台南超夯的养殖热潮会逐渐衰退。啊，有白虾，大白虾，怎么这是虾子还是鱼？虾子也有鱼啊，里面都有是不是？都有。哦，这个太有活力了吧，还蛮大的啊。这营养多久？这大概？大概都3年了。3年呐，所以你说这个3年才能收，是不是？它大概1斤就可以。它真的活力很好哎，颜色跟我之前在野外看的不太一样，它很红，比较偏红。对，背鳍啊，还有这边都比较偏红色，因为这里的水比较咸一点，对，外面就是有好几沟，所以它那个会渗进来，海水会渗进来。哦，所以它本身带盐分，所以它会特别好吃，比海水来好吃。因为之前你在我们在那个水库啊，就户外那种野生人家乱放那种外来种去抓的话，大概都差不多这样大小而已。对的，你看这样大概这个的2/3小一点。像户外你要找到这一种，不多啦。对哦，真的很漂亮。有了那么多活力十足的笋壳鱼，到底这池子要养多少白虾，才不至于被笋壳鱼吃光呢？对于陈大哥提倡的环境友善养殖法，我是越来越摸不着头绪了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大哥的活虾的这个活动力也是很旺盛的。这个你大概一池里面你会放多少尾的？像我这只放30万尾。30万尾，哇！看一下，非常的晶莹剔透，而且你看它这个须，你看它的这个，你就感觉得出它非常的健康啊。但你没有特别再去说撒什么其他的药啊，或者没有，就是做光合菌跟那个 PM 菌两只，就做这2种，对，就1个礼拜下一次这样。哇！与笋壳鱼一起养在天然半咸水的白虾，其实是陈大哥目前的养殖主力。陈大哥坚持不用药，甚至不用除草剂清除鱼塭周边的杂草，也因此让一尾尾活跳跳的白虾健康到可以生吃哦。哇，好脆哦！我现在整个嘴巴是那个虾的那个甜味，虾味很够。哦。你以为这个池子最值钱的不是笋壳鱼就是白虾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。据说这个池子里还有身价超过白虾与笋壳的迷你物种哦。大概在捞什么？垃圾是不是？哦，这是宝。垃圾？什么东西宝？这个。这什么？小虾苗哦。我刚刚太阳嘛，分泌呢。阿英，你免紧张哦，我来填空就对了。对，它不一定要颜色填得很饱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这
这是什么？小虾苗哦。这种叫做台湾原生种的长额米虾，也叫枪虾啦。哦，这枪虾啊。对，这个就是枪虾。这个不是我们刚才那个白虾的长大后小时候。不是，它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以为它是它的那个虾苗哎，它最大就这样子。对。虾米啊，这种根本不够我塞牙缝的小虾米，竟然有如此抢手的市场价值。陈大哥说，这种台湾原生的长额枪虾深受水族界的青睐。由于它是温顺的虾种，所以能够与小型鱼虾共养，而且还是会担起除藻功能的工作虾哦。所以它本来这个是你放的还是它？我放的啊。你放的就是为了让它吃这些藻类？不是，我放是为了卖钱。这个也可以卖钱哦。这一只已经捞200万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一只？对。捞什么东西捞200万？捞枪虾捞200万？所以枪虾这么贵啊？它市价的话，这个小只一只大概10块钱左右。这么贵啊？原来笋壳跟白虾都是幌子，最重要的是枪虾。真的。为了招待阿兴，我终于收集完鱼虾及大蛤。不过在大探美食之前，就在今夜，听说阿兴已经准备好切菜在等我了呢。红枪手，红枪走了。我刚刚哦，体验嘛，哎，我对于这个部啊，我跟你就是拍了这几集来讲，对，你每次说阿姨你要体验，然后阿姨你没有钓过，你怕水，你要下去啊，啊，现在换我跟你讲的，今日来体验，什么是分味的？分味的我有看到。喂，分味呢？哦，七彩就是它不同颜色的。来体验看看，就是这个，咱们跳板杯。塞了。在。厉害。啊，咱即摆咧画这是小将军嘛。小刚，你有发现他的脸有哪里不太一样？眼睛这边很像什么？燕子吗？哎，师傅来讲一下。对啊，这是蝙蝠。谢将军就是他脸上有4只蝙蝠，4只蝙蝠的意思就是4蝠。有的会写比较写实，有的比较写意。画风啦，像脏话。我们那边又俗称亏香。吉祥的意思，2只鱼啊，2宜的意思啊。所以他们每一个家将都有一个俗称，准备七爷开箱的，有人买水，啥他们都会在脸谱就是简单的一个俗称。其实你看家将的脸谱哦，看起来那么凶恶，其实家将的脸谱几乎都是那种吉祥图案去演变的。所以看起来虽然凶，但它其实在意义上是以好的、以带节气的、吉祥的方式去演变来的。所谓8家将是指干、柳、范、谢4爷以及春夏秋冬4神，加起来合称的8将，源自中国的民间信仰及神话。台湾可以说是把家将文化保留传承到最完整的地方。家将的装扮特色主要在于脸谱、法器与衣着，而义正传承的各式步伐也不容马虎。而在这当中，让我最好奇的就是一笔一画为家将们勾勒脸谱的开面师。因为我好奇，像比方说我们在看这些官将啊，跟我们常常看，比方说寡戏啊、国剧或是川剧变脸这种，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？戏曲它几乎都是那种颜色的怪状，对，因为它是这样子仰角看的，距离我们远，所以它是比较大区块的。对，它不能像家将画的那么细，在路上这样。对，比较近距离的。对，没错。这种是有在开班授课，还是它是实际上跟着像学徒一样跟着你？应该是算学徒一样，就跟着你考场，直接这样画。是。而且我觉得师傅现在很厉害，你看他画了30几年，他现在看得到他在做传承。带我干女儿跟我徒弟来。开面师这项民俗技艺，大多是靠师傅带徒弟传承而来。看似年轻，却有着30年资历的师傅，如今一有活动，也会手把手的带着徒弟将这项技艺传承出去。画脸谱有学术界有把它分为填色法跟勾勒法。
像谢将军那个就是勾勒的。我可以帮他画。哎，对，你就把颜色填进去，填空就对了。哎，对，它不一定让颜色填得很饱。等一下流汗的时候，它会自己晕到白色的地方就停止。你如果填得太满的话，它会晕过去，晕过去整张脸就会变得很脏。所以还留空隙让它，就是你有空间可以晕就对了。对。你就把这边红色的给填满。阿英，你免紧张嘛，我来。你冷静。不是这个，对。我教你一个技巧哦，这个手画到眼睛到头，这个手画到这，插地安尼，稳了就歪，是比较的较稳真的呢。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填色法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细节要注意。师傅说，家将出阵的时候，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曝晒，流汗是不可避免的，因此上色的技巧以及涂料的成分都很重要。你会不舒服？阿英酱这个脸谱一般你们画多久？我觉得你的速度可能要1个小时。如果我画的话，应该是5-6分钟就完成了。好，谢谢师傅，我体验的蛮够的。阿英扮甘将军，我扮柳将军。甘将军脸谱是以白色为底，加上红黑2色的阴阳脸，用来彰显阴阳善恶一体两面的特性。而我所扮演的柳将军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小眼、歪咧嘴。传说柳将军是柳树修炼成精，因此在脸谱上常以黑色长条代表柳叶，也是8家将中唯一脸谱不对称的将爷。可以说，每一张脸谱都是传承自历代技师的艺术创作，同时也代表着许多神话典故。三重的文化吼，以文化的出发点，伊是属于先有信仰，因为信仰来产生的一种文化，所以为伊的装扮开始，就伊一定的要求。加上几样呢，为伊的无亏，要安怎甲一个纸模用甲像加强的立体的字条。这就是我讲的工艺艺术。第二，为伊的服装刺绣，咱会甲上好的物件献互神明，甲伊的正甲，甲咱的刺绣文化用伫内底，互面谱彩绘之美。伊的法器，大家去甲做甲上精致的物件，用白铁类也好，用竹雕类也好，去展现伊的法器，这就是我讲的工艺之美。来，小胖，你的物件摕出来。翻牌。我袂当，搁一干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你传的，这真正香的啦。不传啊，这就叫定位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这个算是完整版的哦，整个脸谱也画好了，然后这个衣服，然后包括饰品啊，帆杯，然后跟这个扇子都已经对都已经必备的，对。然后来，阿姨两个上班了，来，帅哥，来小胖，你的物件摕出来。翻牌。我袂当，搁一干。摕出来。这个啥？翻牌。换牌。你卖感我啦，勾这个就是秀一下，善恶分明。善恶分明就是它这个举起来就代表是一个类似 CID 的那种情景的 pass， 然后这就是我有令可以去追捕你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是卖伤济，我惊镜头一寡小路的去迷上你。来，伊的武器，这就是这是手铐。是手铐，对，然后再转一次给大家看。帅，对，他就是在跳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他的法器就是会这样，所以都不一样了，都不一样。那我们这两个的功能就是压半人，它的功能就是会这样敲。会这样敲啊，他们这个是敲，就是打个信号去给后面，他们知道说，我们该跳下一个动作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铃铛都是，对，来跳这个。不是啊，你注意听，过来。你说动了，你调铃声了，有没有？有动啊！所以我们在跳的时候就是听那个动作。来，你两个调起来啊！来，好，动作一致。
就是跳过来，等过来。啊，对啊，拍谁，过去盖，我盖机会，来，5、4、3，走。你看他们声音、动作都是靠一些讯号来打，他们讯号就是靠铃铛。哦，所以这个等于是有点像是他们都会打顿一下，顿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个讯号。哦，对。哦，不然你看在出很嘈杂嘛，搞不清楚嘛，大家也不可能用讲话。所以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开4颗而已，那他们这个有8，这个8家将有8个，所以大家声一致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壮观，气势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脸谱，这种传统脸谱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顶面。但因为我们今天4个，但我们等一下还是要有一个成果发表。七彩，我已经实现我的诺言了，七彩已经在我们的脸上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你传的，这真正香的啦。不传啊！我主攻这个奥萨，这个小法咒，他们都会练咒语。对，练咒语看哪个主神是谁，他们就会练什么主神的咒语。可是这个是传承，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现在演练到民俗技艺这边，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变心的，所以他们是一个女子的。好来。七彩脸谱一完成，让人不知觉地威武严肃了起来。如此充满民俗文化色彩的八家将，我还是第一次体验。追寻着传统的脉络，家将阵头是集结了台湾民间信仰的无形文化资产。在这层神秘面纱后面，更是结合了宗教科仪、民间戏曲、武术与刺绣、传统乐器、美术于一身。而嘉义地区也可以说是全台阵头密集度最高的地方。不同于一般国内外的眼神文化，光从人文历史、艺术传承的精神价值来说，它绝对值得被世界看见。位于阿里山脚下的嘉义，随处都散播着温和民风的独特气息，成为这座城市发展观光的丰厚资源。过去日本人开发阿里山生铁与林务，城市里巷弄间许多木造老屋。呀，什么事？哇，够 keep 哦！你看这个，我带你来这个地方，开眼界啊！你光看这个玻璃哦，这个早期这个现在很少见了呢哦。你看这个木头，安怎啦？较有精神呢，拜托咧。你带我要来？嘿啦，毋是困家啦，规工无食好在啦。我想讲对你出来当吃香喝辣，你知道？无香嘛无辣，我真正巴肚最枵的啦。好啦，你看所有的食材，什么笋壳啦、蛤蟆啦，所有的新鲜的食材、鱼货，我都已经准备好在这边了。真的啦，你相信我，兄弟。我们先找一下我们这个民间友人。民间友人，你和他唱对手就对了啦。就来一个 Chris，我划船 ，Chris。没错，眼前的这栋提供私厨料理且极具特色的民宿，就是全嘉义第一家快木民宿。在设计师的巧手之下，保留原本快木老屋的结构，容古纳新，再现风华。我跟你讲，吃的交给大厨交给师傅，我们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。但是今天这间民宿，素席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是规个包起来啦，包栋，可是包起来。我要带迄种较基卡的，这种普通我带习惯呢。普通，你讲这普通哇？这边 Chris 这一栋算是复古的宅，还是它算是老宅翻新？老宅翻新。哦，这老宅翻新啊！这一栋老宅60岁，这个是原本的那个块木结构，全部都保留下来。有。对，然后包含主要的结构、梁柱全部都是。我看一个最厉害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种老件哎，这种老件，这都是很多的老家具或者是昂明城上面拆下来。对。哦，那这些呢，是我们的收藏品。你可以看到台湾的雕工，没错，这有的是来基瓦的，那这就有的是汉钢的，这在台湾很多那种，
这样清出来，整片墙拍起来很好看。对，有别于一般的完美墙。这不简单，这不简单，这不简单。这最主要是雕工，雕工它的稀有性。来，我感觉吼，为什么我小物件拢买注意一下啊？什么？我就看这鱼脑去这空无，你看咧，哇，这拢买补补的。我希望伊卖补成足完全的，因为我希望呈现它原本木自然的样貌。哦，我想讲这故意的啦。哦，它这个其实摸起来很舒服啊。对啊。对。哦。1楼的大厅有着古意盎然的木头、十字压花、玻璃窗等素材。另外，设计师也不藏私的拿出个人博物馆级的收藏，集结成眼前的这面，让老宅更显得精致高雅的意象墙。我们第一个房间在1楼。哇，好舒服哦。对。哦，映入眼帘。啊，这卡是这一个是老件。那这一个叫做一个叫做炕，那它是用在冬天的时候。你说烧以前人家烧炭那种很冷东北的。那旁边这个是作为容器用。那这里是这不是翻修过的，这个没有个30-40年，我看细找过一个，应该有岁月的痕迹，这不止45，甚至50-60过半世纪了。对。这一进来以后，它整个那个木头色调感觉就会这个房间就会变得很温暖、很沉稳。对，而且它也是哦，这个也都是原本的哦，你看木头的结构。那这个浴室呢，也把好香哦，新旧元素全部融合在一起，闻得到那个 hinoki 的味道，对，淡淡的香味。我感觉吼，你看这。生古龙有看了，啊，这哪会对？没有，它这应该可以，是可以弯，是像百叶窗那样子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在特别设计的一个巧思，增加洗澡时候的一点点小乐趣。哦，这真的可以放哦。是。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楼梯，原汁原味，完全没有改过，60岁。所以以前的楼梯就是长这样子，它的位置也在这边，还是搬过来的？就是在这里。哦，我真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痕迹有没有？有脚踩的、手摸的。对，我好喜欢这种老东西木头摸起来的这种触感哦。民宿一共有5间不同风格的客房，整栋建筑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设计师的巧思。卧室不只有老炕柜做成的床头柜，还把以往老宅的门作为窗，更保留梁柱的痕迹。除此之外，也提供顾客设备齐全的厨房，还另外可以安排私厨飨宴，庭院直接变身烧烤空间。给你看这一张，哦，非常有质感。我的表演啊，太帅了吧！像你们这次带来都是以海鲜为主。对，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所以厨师的料理是结合很多元，对，中式和西式的混合都会有，像中式的川味水煮鱼啊，意式的白酒蛤蜊啊。这个算青酱吗？对，都是罗勒青酱。给你看这一张，哦，非常有质感。永春运展世界第一等 Cross AGW 直火柴烧，我所有料理2种形式都会有。对，2种形式，因为私厨的话就不会说单独只有中式啊、西式啊、意式啊，高级感。哇，直接在老宅里面这样弄啊！太帅了吧！哦，等下我有一个，这茶是冷根茶，是巴拉茶，奶鸡茶。奶鸡哦。较早就是用这种茶，较耐烧啊，较袂遐啉贵啊。哦。所以冷根茶、奶鸡茶，还是巴拉茶，拢是足耐烧的。对对。它主要是因为耐烧，那它会烧起来会有特别的香气也比较不一样。像你们这次带来都是以海鲜为主，对，琉璃之木其实的风味其实跟海鲜是比较搭配的。哦。紫色芦笋呢？哦，它其实产量会比绿芦笋还要再少一半。这么少，比较不好种。它吃起来干嘛呢？它其实纤维比较粗，但是它会比较清甜。哦，不过它简单是你只要把它烤焦就好了。烤焦？
它的纤维比较粗。对，我们用大火把它的纤维给它淡化，再把它掉。刚刚加油了。加油是不敢。还要再进去吗？哦，第一点，为什么你不干脆像平常烤肉用个架子就在上面翻就好了？竟然是这样子，帅不用钱，所以你现在只有讲帅不用钱，你目前只有烤到烤肉网，还没有烤到它。对，那烤先不要。哦，头先不要烤了，头刚那个。哦，好凶哦！你刚有听到那别的声音吧？有。我小看，我觉得我们为了不要再领到厂商手册的这个条件，我们让厨师来表现好了。马上就红了，真的红嘞！我的雕 N 啊，哪这么焦啊？哦，这么快，所以只要把它烤焦就可以了。真的是要全焦。这价钱吗？把外面的这个纤维把它吃掉。对，再把它再掉也加工一点。开玩笑的啦，谁说烤肉不需要技术啊？咱们负责烧烤的小白师傅可是专业料理厨师等级的，不然高级食材当野炊处理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岁改一定。一箱东西来，我原本想说就清蒸啊、煎一煎啊、烤一烤啊，我没想到 Chris 帮我们弄了这样子一整桌。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是鲈鱼，直接直火烤。哇！可以吗？好吃。它这个菜，你吃它的菜好肥美哦！你吃这个菜也是用直火烤的，还是全部都是直火烤？这一道菜都是直火烤。师厨这个啊，按哪时候定啊？还是讲爱提早落预定？爱先订房了，跟完预约讲你要吃师厨，我们再帮你安排。住客，你可以预定他的餐点。对，那有分时段跟时间吗？或季节或什么？会依照客人的需求进行客制化。哦，那好。赞，这个就是师厨最好的就是它可以进行客制化。对，完全的客制化料理，从食材挑选、料理方式到成品摆盘，加上古朴典雅的用餐气氛，简直是5星级的享受。因为你这一次带来的食材有白虾，对，然后这么大的蛤蜊，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去呈现这一个，我们就直接用所谓的西班牙炖饭的方式，加上我们在地的82号幸福米。有。你不是讲说要吃那个浊水溪的水，是不是？无，这无，这个我经过浊水溪，因为经过保护区，我们的农事所在水源保护区，它本身水质就是更好的呢。对，就是我们咖喱仔的。我先吃看它的米，赞。哦，谢谢，回忆一下，我等下试起来。哦，米，它算是比较偏圆米的那种感觉哦。对。那因为经过所谓的炖煮的过程，然后那个米就会变得更很绵的那种，绵的米 Q 绵的。来吃一下这个白虾，因为我们白虾在现场的时候我是直接生吃的无毒白虾，哇，这个真的非常厉害。对，我试试看。要不然你这只有。最想要这个。安诺，好吃不？好吃。好吃，有很新鲜 ，Q 弹，好 juicy 哦。它大蛤跟你看我们带来这个笋壳鱼我还没看过这样子，特色吃法，它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水煮鱼的做法，对。爽，好 Q 弹，近年来嘉义的精致农业相当夯，为了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Chris 特地请私厨将在地的紫芦笋以及82号幸福米一起料理上桌。这个刚刚我们在那个外面夯的焦焦的那个芦笋，这它怎么吃啊？这个是整只吃吗？但它幼小哦，切的，不同部位的味道。前段、中段，前段就是紫色的这个位置。这边对。
然后等于是烤完以后，把外面整个，我刚才看他把它整个完全剥掉以后，然后淋一点那个橄榄油，好香哦。它是松露。刚才那个厨师说它的纤维很粗很硬，什么什么，现在吃起来完全不会，而且完全不会。你硬要这样讲，我觉得它的口感有点像茭白笋或荸荠吗？茭白笋那种感觉，对。但它的保水度比咖啡色还要再多，然后又脆，又甜，中间就比较偏甜，中间偏甜，前面比较有味道，所以前中后三段都味道都不一样。哇，这样弄哇，而且你看这边，这是牛排啊，这个很特色，这个也是叫什么？沙佐鸡，然后它整只这样子呈现，放豪迈的呈现方法。然后这个是鸭胸，宜兰的鸭胸，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烤啊，因为这些。其实说实话，因为它的厚度跟它的肉，你光看表面就知道，它要烤到这么好看，其实很难，对，真的是需要功力。近年来，台湾吹起一股无菜单私厨的风气，没想到在嘉义的快木民宿中，也能感受到如此贴心的服务。在有别于餐厅的不同空间里，让身怀料理技能的主厨们将各式食材赋予崭新的风味，变化出一道道令人惊叹的料理。唯有来到当地，您才有机会体验嘉南人民生活的怡然好韵味。